好，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伊朗的总统莱西因为这个坠机逝世现在他的这个遗体已经运抵德黑兰，很多的这个伊朗高官都非常的难过。我们直接来看看画面这些伊朗的高官们看到了这个莱西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棺木然后他们就是掩面相拥而泣，在机场这样迎接悼念。那莱西的遗体的告别仪式现场呢，其实他的灵柩也是被伊朗的国旗让众人给抬上了灵车。那送行的民众队伍非常的浩大，有上千名的伊朗民众是聚集在伊朗的首都来悼念莱西他还手持着莱西的相片掩面而泣。那他这样的罹难消息其实不光是首都，连他西北部城市应该是算举国啦，都是在这种哀戚的气氛当中然后这样的仪式举行，其实所有的人都是涌上了街头，万人空巷，大家这样子要送莱西最后一程。那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这根据中国大陆的媒体讲说，这个伊朗总统跟外长这些坠机遇难，结果美国发了一个官方哀悼，然后就引发记者的一个询问就说，请问这个官方哀悼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还刻意撇清，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官方的哀悼，那不代表我对于你这一个人是评价是正面的吗？那还有纳坦雅胡现在遭控战争罪，那现在这个媒体国际媒体就在讲说，已经可以看出来接下来的中东应该会迎来疾风骤雨，一方面是纳坦雅胡的这个战争罪，一方面是伊朗的悲这个现在目前很悲的这种心情，以色列的风，伊朗的悲，接下来中东恐怕会不平静更加的混乱。那还有这个美国拿以色列是不是没有辙现在以色列连美联社都敢关呢原本是说针对了半岛电视台，他不是去把它给封起来吗？把它设备给通通拿走了吗？结果现在因为美联社有提供一些画面给半岛电视台，以色列封起来，连美国都打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美联社也去到他们那边，就把他们的这些摄影机转播设备全部给查扣了。那美国当然很震惊他们就白宫发言人讲说，我们正在跟以色列政府直接接触，也表达这项行动的担忧，希望他们撤销这项行动。那还有布林肯呢，他也被这个很多的抗议者直接当面的抗议说，你这个战犯。我们来听听。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好，现在看起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割舍掉以色列还是必须得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有美国媒体讲说，现在苏利文到了以色列嘛，那双方可能就搁置大规模的进攻，要来做一些沟通但是根据消息指称，美国并没有详尽的说明这个和平路线图，但是显示出来，这样可能这个加萨冲突还会继续下去嘛。那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纷纷不站队美国下车了，就是他们不想要跟你美国再继续这样子挺以色列了。你看爱尔兰就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就是包含了西班牙、斯洛维尼亚还有这个巴尔他这些欧盟国家都先后表示都承认了巴勒斯坦。那以色列当然很气就说你们不可以当哈马斯的棋子但是现在整体来说，全球的舆论都是好像比较往巴勒斯坦那边倒，大家看到那些民众真的已经就觉得很不忍心了，但是以色列的这些炮火怎么都还不停歇呢？那美国还是搞不定这个俄乌就这几场战争，美国好像在这里面都使不上力。俄罗斯现在最新的快讯宣布说，在乌克兰附近要开始战术核武的演习他们说现在目前是要测试这个非战略核武的作战部队的人员还有装备的应对能力，当然也是对于西方的一些挑衅言论的回击。演习主要是在南部的军区来举行那也包含
含了一些就是并吞乌克兰的一些地区，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地点。那俄罗斯现在他们也是主要因为有一些无人机去摧毁他们的一些炼油厂，所以导致他们损失也蛮多的。那看起来要进入到新一波的战争关键时期。那再来我们看一看这个美国现在他们也提议要动用俄罗斯这个他们冻结俄罗斯的资产，要来援助基辅。叶伦说这是因为出于乌克兰的需要，所以他们大概会有一个5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好，这个首先我们来要请教谁呢？跟我讲一下。好，盛峰哥。要讲好。我想这几个问题都让我们明白，伊朗的好几个高官，从革命卫队的这个负责人到革命卫队的一些高官，都先后遭到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斩首。而且在公开的情况下让你看到，那伊朗能怎么样？伊朗就发了几次的示威啊，然后发表个声明，也就结束了。因为伊朗这一个核子牙齿是被拔掉的。好，现在呢，所有的人大概他一开始还都沉默，现在大概所有人也都认为这一个莱西的死亡绝对跟美国有关系，而且是暗杀的行为，没有人把它当作是意外，而且这个故事越推演越像是一个灾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一种斩首行动越来越极端的时候，那你觉得中东会如何呢？这一个曾经被拔掉的核子牙，从此以后它会忍气吞声的下去吗？所以节目上用的这一个标题非常的好，以色列的风，然后伊朗的悲，这个会是整个的中东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变数。对，第二个就是巴以战争，让我们看清一件事：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什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通通是狗屁不通，通通是跨人的刷牙。就是说因人不同而不同。碰到以色列，所有的价值丢一边，以色列安全是最高档。那碰到的是其他的国家，那很抱歉，自由、民主、人权就专门来修理你。碰到了以色列，大学的示威运动、大学的抗议运动就怎么样子，就硬是被压制，而且警察可以直接进学校，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现在在这个教职员的投票里面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他是被校园投下了不信任票，可是 MIT 的校长、哈佛的校长是被整个的犹太团体把他逼出校门。那美国的主流媒体有没有讲话？包括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投了不信任票，美国的方面有没有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讨论？没有。所以我们还在相信美国的所谓的民主战队，我们还在相信所谓的民主共同价值，我们自己保护自己比较真实。再来看看美国，再从这一个呢俄乌战争或者巴以战争，都告诉你一件事情：美国是有心无力。美国想不想停止这个以巴的战争？想不想？真的想。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前阵子看得出来，原来以色列是可以不鸟你，而且可以不理你到什么程度，不理你到他好像是你老爸，你是他儿子。我们才发现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爹，这个老爹叫以色列。好，同样的弄到了这个俄乌战争来的时候，美国发动的战争，美国现在能不能收拾得了？收拾不了。而且不知道怎么收拾。那俄罗斯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其实对俄罗斯如此，对中国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他邀约了所有的国家要来压制中国，战略上要来封锁中国，结果呢？结果到现在为止是守不住的，是压不扁的玫瑰花。好，来问左老师。好，我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爱尔兰跟西班牙要承认巴勒斯坦这件事情啊。那事实上还有第三个国家已经宣布了要承认巴勒斯坦，就是挪威。那你看到这个在这个名单里头的这些国家，因为稍早在讨论的时候，除了爱尔兰跟这个西班牙之外，还有像马耳他啦、斯洛维尼亚。
那这些国家都是以天主教徒为主的，这个就是它人口是天主教徒为主的。那这跟天主教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因为教宗之前稍早已经表态过，就是支持所谓的两国方案。他希望这个两国人民呢，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是两个国家，自由和友好的相处。那所以这一次这些国家在做这样子的表态，尤其像爱尔兰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它整个是3党，因为它是一个联合内阁嘛，然后3党的领袖一起出来开记者会，一起出来说明，那就表示说这是他一个高度共识的决定。那同样的，西班牙的总理也会对国会演说，也会来提出他的这个说法。那这些其实都象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经过以色列在这个加萨走廊这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之后，因为太多的这个人道悲剧啊，使得这些国家开始就是国内希望能够承认巴勒斯坦。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两面刃了。当然就是说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跟美国是步伐一致的，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做出重大的这个决定。但是拜登总统已经在推动所谓的两国方案，而且美国事实上现在正在极力促成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签订这个就是建立邦交，而这个建立邦交的其中一个交换条件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就是所谓的两国方案嘛。那拜登政府把这个视为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大的成就。他希望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变成他的一个可以帮助他连任的重要的一个资产。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这个过去是川普想要推动，但川普没有成功。第二个，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推动的话，那么加沙走廊就会停火，而这个对于美国国内的很多人，尤其是这个左派的、自由派的这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当然也就是说，他也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困境。那当然，这里头除了以色列要承认两国方案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要求美国要提供什么呢？要提供正式的这些防卫的这个协助啊。那加强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军事援助之外呢，包括出售先进的武器，还有包括提供核子的技术。那这些大概都是现在在谈的事情。不过最后的关键就在以色列纳坦雅胡的手上。那纳坦雅胡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最后低头？我觉得一方面要看甘孜就他的这个政敌给他多大的压力，一方面当然最后还看他的意志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整个情势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好，请教舰长。基本上来讲，核战略本身它不是一步到位，它的第一级不是突然就这样攻击，而是逐渐升级。这个逐渐升级，我们其实在俄乌战场上的俄罗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已经做了非常多次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举措。那最近一次，也就是最近所提出来的，他在做战术核演习，而且这个战术核演习，它是有指定标的的。它指定什么？它指定了第一个匕首。匕首这种飞弹，它只能由米格31来携带啊。然后它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一个飞弹。然后我们这样讲啊，之前有人说它在乌克兰境内实际上是被拦截的。如果我们看残骸，也可能做出也可以做出这样判断。可是爱国者到底是怎么样打下来的？他是用弹海策略，用一连串的飞弹把它击落下来。而且俄罗斯有点摸鱼，因为它都从固定的机场起飞，飞固定的航线，然后在固定的地方投弹，那当然就是被固定的拦截。那我们来看到它这里注明的非常清楚，它除了可以带核弹，它还可以带传统弹头。那这是我们讲到说匕首，那还有伊斯坎德尔的这种飞弹。那这种飞弹呢，这个我们好像常常见到啊，但是我们见到的应该不是俄罗斯发射的，我们见到的是什么？我们见到的是北韩发射的，北韩经常发射，那它在北韩也有自己的编号，北韩叫做 K， 就是说外国给它的编号是 KN-23， 它自己叫火星11。但是这个飞弹呢，它其实在俄乌战场上也有发现了，它的残骸里面被发现，竟然有韩国字，这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
意思也就是实际上来讲，这个飞弹已经透过管道交由俄罗斯使用，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被击落的残骸，实际上来讲，这一个金正恩去工厂视察的部分也有看到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现在用传统的弹头，然后由北韩的飞弹来发射，自己的精度高的准备发射战术核导弹，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意外消息哦，就是波音遇到了严重的乱流，就是新航的波音客机又遇到乱流，然后3分钟急坠了6000英尺，迫降在曼谷，但不幸的是造成了2人死亡。它是一架编号 SQ321的波音客机哦，就是21号的时候从伦敦起飞之后，在下午3点45分遭遇到严重的乱流颠簸，所以紧急降落在曼谷的机场哦。那美联社就分析说，根据它的这个数据发现，这个航班原本高度是在37000英尺，但是短短3分钟之内下坠了6000英尺，最后迅速降落在曼谷。特别是呢，他们在这个遇到乱流的时段正在供餐哦，所以很多的乘客们他们可能也是把安全带也拆开来了。那就有乘客回忆说啊，其实当时呢有一些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哦，几乎都被抛飞了，就是抛离了座位。那有些人的脑袋甚至是直接撞上了上方的行李柜哦，那现场大家也是尖叫声不断啊，惨叫声不断。那还有这些行李柜被撞凹之后，有些人就受伤挂彩啦上方的一些照明跟这个氧气罩的舱板哦都被撞裂了，还有这些氧气罩掉下来。那这样的一个夺命乱流180秒，就有空姐因为正在送餐嘛，所以空姐是当场见血在这些机舱里面哦。那甚至机舱也被拍下来说凌乱无比的一些情况啊，地毯啊，还有多处的血迹，面罩掉下来，大量的厨房的一些厨具啊，食物四散。那现在目前波音最新回应哦，现在就这个事件呢，正在跟新航联系当中，会随时支援。那波音的事情还不止如此哦，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新航这边的波音客机的状况。那其实，在太空方面啊，波音的星际客机的发射也是一延再延呐。他们现在就说呢，再次延后，原本第一次载人发射是在5月6号，当时我们大白话节目也有讲到。那后来他们就是临时决定要换阀门嘛，就把这个发布日期再延后到5月10号，现在又再延到了17号，而技术人员又发现氦气泄漏之后，最后现在发射日期更新到21号。那目前发布日期最后确认是5月25，就是一改再改，一改再改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美国媒体就批评哦，包含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就讲说波音在飞船设计跟制造过程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导致它的首飞任务不断在延迟哦，就代表现在波音整体来说管理啊跟这个质量的控制能力哦，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波音了嘛，所以才会在飞航也好，在太空也好，通都是不断的出现这样子好像掉链的状况。那对比中国大陆他们有最新的这个太空方面，这个20号的时候，他们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的这个运载火箭，成功的把这个北京3号 C 这样子的 C 星星座发射升空，达成了1箭4星。那甚至他们在太空站养鱼他们就说这个养鱼的鱼是宇航员呢，他们现在的状况都还非常的良好。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在太空的科技真的好像甩开美国越甩越远哦。那美国真的还要继续押宝在波音这样子一延再延的状况吗？美国现在甚至还有底气再继续拉帮结派对抗中国大陆嘛？因为打不过中国大陆，就一直不断采取制裁的方式。可是好像盟友一个一个在这个脱队了，不想要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你看看，叶伦又再度要求说各国要一起合作啊，我们要因应中国大陆的工业策略
他是说，在这个 G7 的财政部长的意大利集会的时候讨论到这样的议题。那但是口里讲的是说我们不打算实施反中政策哦，可是呢，各国我们必须要协力来因应。那还喊着说，这个美欧我们都要硬起来啊！这个我们要采取这种战略性统一的方式来做回应，因为如果我们不回应的话，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企业生存能力就会受到威胁。冯德莱恩现在目前的讲法是说，欧盟可能会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祭出针对性的关税，可是呢，有2个国家，包含德国跟瑞典，他们比较语带保留哦。那先前我们也有提到说，包含肖兹他们也会讲说，其实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往来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不打算要跟进哦。美国的期刊《外交家》就讲说，你这个美国你必须要重新思考在电动车市场跟中国大陆的竞争策略，而不是只会用这种制裁应该你是要借鉴中国大陆人家的产业政策才能够把这样子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把美国在全球的电动车市场再导回来，然后想办法再到领先的地位，而不是现在目前采用的一种什么保护主义，或者是用一种制裁的手段。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申峰哥，申峰哥怎么看呢？特斯拉是全世界在电动车的首航者。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不看好，那这一直的整个里面，换言之，就整个的特斯拉电动车真正的领航是在美国开始的。可是特斯拉最后能够壮大起来，是靠着中国的超级工厂。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那一个领航的美国的特斯拉，到今天是靠着中国来壮大了他的事业。这时候美国要去制裁中国，是制裁谁？是制裁自己的美国人吗？为什么德国反对？因为德国的3大汽车厂 BBA 这三家大家，尤其是 BB 这2家是全球布局，尤其最大的布局之一是在中国。它的电动车能成功与否，就要依赖中国大陆，是有很大的要素。因此，对于中国电动车的惩罚，那是受伤最重的，是中国之外会是谁？当然是德国嘛。所以在这一波的战争里，不要忘了，当时要节能减碳是谁提出来的？也是欧美提出来的。到今天你输了，当我把输要避免了，在环州，现在美国就是在仙州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太空，中国大陆的太空之所以能成长，也是中国大陆内部自己常常的自我检讨。说航空跟航太，航空当时就是相信的一件事。说买不如租，这个做不如买，买不如租，所以呢，整个的航空产业就这样子放了几十年了。可是呢，航太就是这个太空要进行的时候，美国是从第1秒钟开始就全力的封锁，所以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华裔的话，事实上连台湾去的都一样，就是你去读航太你想进美国的 NASA 难之又难。它是完全的封锁。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航太今天的地位是什么样子？假如说中国的航太是第2大概美国也不太好意思敢称他自己是第1了。以前这是俄国跟美国的天下，而美国在事后是遥遥领先。到了今天，不要说什么那个空间站就好了。将来就是中国的独霸，而且空间站里面听说很好玩，是用中文。他们还抗议说怎么用写中文？那你美国做的写英文，为什么中国做的不能写中文？你要来应用我的话，那向我学习我的语言，合不合理？合理。所以从这些现象里面，是中国是在被打压的情况下，让自己成为了今天航太的大国。那波音呢？波音最近出了问题。波音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不管在民用在军用上，你不要说什么那个波音737那是多好的飞机可是用了几十年了，但为什么现在出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考量。波音的出问题可以来引申后面所有的问题。他把这个重量减少了，把这个推力增加了。照道理讲，他应该重新设计，结果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什么？是改电脑程式，所以当然出问题了。所以你从这里去推论，他的所有的产品不出问题才怪。最后。我是常常坐飞机的人，我1年大概20趟飞机的往来，可以跟各位讲，坐上飞机技术不管什么状态下，除了要起来上厕所，
否则，请你永远把你的安全带给系好，因为那是最后的保命符。好，请教左老师。好，这个新航的这次出事，当然我看到了也是很震惊啊，因为以往有很多年新航被认为评鉴为全球最安全的这个航空公司，大家对新航都是非常信赖。那么这一次当然特别引起大家关注，不只是说它迫降，然后很多人受伤，18个人受伤，然后还有1个人死亡。那当然有消息指出来说，有的消息指出说是因为这个人是这个心脏病去世啊。但不管如何，有人死亡这件事情还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事实上来讲，因为飞机碰到乱流的这种情况而造成这个飞机事故的，在过去在2009年到2018年之间这一段时间的飞机事故有1/3都是跟乱流有关的，所以乱流也是常常会碰到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乱流而导致有人死亡的，那这个事情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很少见。所以这一次这是第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第二，到底跟波音这个777这一次出事的这一款机型有没有关系？当然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检证啊。但整体来说它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在这个飞机的这个它的抗乱流，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设计的。那有业界的看法认为说，波音787的这个它有一款飞机，它的这个抗乱流的设计其实是最好的。它有个叫做阵风减缓的系统，那个是认为是最好的。那像这个空巴的这个抗乱流，波音777抗乱流也都不错。但是如果它本来就有抗乱流的这个设计，那它也可以从其他飞机里头，其他的这个飞行周边飞行的这个飞机里头得到相关的讯息。那为什么它没有能够做预先的反应？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一定是需要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检测。那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通过很系统的检测，而且通过多方的公开透明的一个验证，能够让大家看到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不会因为波音777这一次的飞机出事，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去选择其他的飞机，不会，那个效果其实是双重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说，那我就要去选别的飞机，这是没有错。但也有可能有的旅客就会因此什么，我就不敢坐飞机。所以，其实任何一个飞机出现这种事故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事故的时候，其实很严谨的调查过程，很公正而且确实的这种认证机制是非常关键的。像最近美国这个航空总署也是对波音提出好几次警告，那这些其实都认为说波音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没有做到位他的报告可能他自己都揭露说他可能没有如实的做那个飞行的记录。那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公正的机关在那里做那个检测，所以那个过程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做任何预测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给自己一个开放的这个态度，还是等那个报告出来应该看得会更准。好，舰长。美国的各个官员都指称中国的各种产品都有后门。昨天实锤一件事情，艾斯摩尔你真正才有后门。彭博社的报道，如果中国犯台，那艾斯摩尔和台积电可以远端关闭EUV， 这不是后门，这是什么呢？不然要怎么关闭？难道是隔空抓药吗？那当然不是嘛，你就是有后门，你还敢讲中国？那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是啊，那个也就是其实这些人嘴上讲的一套但是事实上背后又在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来讲，中国大陆实打实的在发展它的工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三样里面的无论是电动车，无论是电池，无论是那个太阳能板，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奠基的这是2010年10月人大审议通过，2011年5月颁布的第12个5年计划。我们来看看，已经过了10多年了，终于开花结果了。结果现在你各种说法，说什么现在又是生产过剩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你就是不愿意。我其实很想讲承认吧，你美国已经不是个工业国家，你实际上你连
现在造船都有问题，你造不出来你海军所要的船，然后你的各型船舶通通都要 delay。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现在最新台海局势。520新政局，5月20到5月26下午2点到晚间10点，锁定 TVBS 56频道。520新政局，现在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赖清德在就职典礼上面讲出来类似这样新两国论的一个说法，而这个新两国论难道美国是默许的吗？他提到在宪法条文里面他自行这样推演超译出来的，讲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其实现在马办都出来讲说，你很多里面的内容是违宪的你不是这样解读的，而且他通篇都是讲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都是用中国来形容，这同样也是违宪的，因为我们在宪法里面就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你一个身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人，竟然带头违宪，然后还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依据宪法，你叫大家怎么听得下去呢？那我们看看今天呢，这个郑文灿讲了一番话，让大家证实了，因为这2天其实都是外界在讲说，难道你是讲两国论吗？那今天郑文灿等于说了一句大白话他说对，因为这个李登辉总统时期台湾经历了民主化，落实主权在民，两国论是李前总统留下的重要资产，贯穿的核心是台湾的民主意识，等于是认了赖清德就是喊出两国论嘛。那而且呢，为什么我们说520当天本来一开盘的时候好像看到这种观光类股航空类股都是这样子有的还直接拉到涨停但是他一讲完话，两国论一出来之后马上到跌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就是518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数位媒体都刊出一篇国安人士先抛出这个赖清德演说的4大要素大家感觉起来好像是说这样感觉上是会比较柔性一点，比较软性一点，可能可以跟这个对岸递出橄榄枝，哪知道递的不是橄榄枝，递出来是一个两国论让这个大家通通都吓了一跳。那520跟518这个内容差异怎么会这么大呢？难道这一位这个国安人士是拿错稿了吗？还有他们连党内人士都质疑这个难道是赖政府国安漏洞吗？那现在美国知道这个赖清德这样子的演说，竟然还表达理解，这个美国的态度让大家觉得很奥妙其实这样就看他们现在态度往回看，2023年7月美国众议院就无意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然后通篇也没有提及台湾，也没有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表明这个立场，堪称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 2.0 那这样子的 2.0未定论 2.0 在美国的撑腰之下，等于说让赖清德可以摆脱历史的包袱，顺势把现况重新诠释两岸的定位，做世界的台湾那就是新解了这个2758号的条文，默许了这个互不隶属之说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赵春山他就讲说，这个美国形同支持一中一台，这样看起来已经很明显了，这样子的一番就职演说的讲法，已经是不是定调了一中一台，甚至是两国论呢？那当然，对岸的这个反应非常的激烈。王毅现在连续2天出来喊话而且这个我们有讲到，这个层级是拉高的，不止国台办也有讲话。王毅有讲到，第一天他是批评赖清德，指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第2天他再次重申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连续2天说重话。那国台办也是连续2天批赖清德说会自食恶果，台独是绝路。他说现在赖清德你在那里面演讲当中在那边打着和平共荣的幌子空谈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还说什么大陆居民学生什么这样子什么要交流的这些事情不能
就现在目前大陆的学生居民也不能够来台旅游跟就读嘛，那你还没空讲说，要开放什么旅游，要开放什么来念书，那都只是讲一个漂亮话，那实际上并没有要这么样做嘛，所以这等于说暗示这2项交流短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办法开放。那微博上面的一些官媒的这些微博的账号又更加的精彩了，比方说央视他们今天是直接贴出来统一这样子的一个文字他们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是一个国家，台独死路一条。而这一篇贴文在热搜榜上面是到了第2名的位置第2名的位置。再来还有一些共青团的一些微博，他们甚至在直接贴出来说，这个回归台湾当归这些图，还有说京台高铁图2035动车到台湾所以他们现在等于说放弃跟你赖清德沟通了，而是直接告诉你我的态度在哪里，要统一了，要有这个京台铁路了。那东部战区也是抛出来这样子的文字，就是说这个台独这些状况他们也会有所因应。现在东部战区的练兵备战现场的一些文章不断在更新的发布当中。那我们最后来看看，现在美国是要逼着台湾备战吗？今天黑熊学院还大张旗鼓的办了这个记者会，他们说要重新思考区域安全台海局势，然后呢，关键的这些国防准备，台湾准备好了吗？他们说现在就是要以乌克兰经验来看看台湾这新形态的战场科技的一些应用。现在是真的要把我们推上战场了吗？已经在备战的这个氛围了吗？这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吗？这样的氛围怎么感觉那么浓一种亡国感那庞佩奥还讲一番话，他说台湾要对美国有信心庞佩奥讲，如果中国犯台，美国一定会到你以前当国务卿的时候，你有这样讲吗？你现在不是国务卿了，你来讲这一番话，我们要对你有信心吗？我们来问一下乘风哥怎么看这个两国论？难道是美国默许的吗？这样子这个问题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来给各位做一个最简单的厘清，让大家了解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子。2000年陈水扁就任的时候，那么大陆的定调着听其言，观其行，就是说我有一个等待的空间，一个检查的空间。到了蔡英文的时候是未答完的问卷，到了这一次赖清德的讲话就是直接定调，就是台独。所以完全没有等待的空间，所以难怪赵春山先生会特别讲那一句话，就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他是一方面是对台湾讲的，说大家做好不要再想东想西了，准备斗争。所以某一个角度看，也是大陆的态度。大陆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是可以等就是说准备谈可以等，现在呢是不想谈了，然后呢准备打，不想等。那我想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呢？不要把我们的生存建立在人家不会反应的基础上，千万不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在历史上常常会让大家记得一件事，那就是1950年的韩战。那个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无论从事实怎么样的一个分析，最后一个结论，中共怎么可能去打这一场仗？包括美国，包括麦克阿瑟，所有的情报说大陆可能会狗屎了，不可能了。任何一个危机都是建立在高估自己、低估对手，那么错估环境的结果。这是可以用之所有事情成败的一个真理。台湾有没有高估自己？有没有错估的低估的中国大陆？有没有错估的环境？有没有错估的美国？回到今天也是我们今天问题的一个最要的重点，绝对是美国的态度。大家都晓得赖清德的这篇演讲，最后的最终的审稿者是谁？一定是美国。所以赖清德怎么讲不重要，因为赖清德讲了也不会改变什么。但是这是美国同意下的主张。这个主张是什么？就过去美国把两岸是一个中国的政策，然后呢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等等，这个是过去他的一个政策。可是慢慢的在中美博弈越来越激烈之后，这个已经变成了
美国的诵经的经文，等到那阿弥陀佛，等到那阿弥陀佛，现在一碰到中国的问题就讲怎么样子，一中政策，然后呢不支持台独。现在一个问题来，这一篇美国同意受许下的这一个两国论，它的严重在哪里？那美国的意图是什么？李登辉是讲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他还加个特殊的，这个特殊的，你说两岸之间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你可以说是啊，是不是？好像也不是啊。所以用特殊的，还让有一个空间，模糊的空间。现在是很摆明是没有空间的。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做都没有空间？很简单的一个概念，请我们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的。美国已经把台湾放到火上去烤了。这个概念是什么事情？就是他假若民进党是美国拉着一个狗链的这一条狗的话，现在他已经把这个绳子拉长了，他把所谓的台独已经拉到什么叫做台独？就是只要没有公布出台湾独立制宪，然后宣布台独，就不是台独。他已经把这个线拉到这个程度了。也就是说，美国在整个的中美博弈里面，已经把台湾送到前面去烤，然后看你中国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要忘了，政治之间的互动从来不是1+1等于2，这常常是1+1会加出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当中国大陆连续这样几次这样的表态，尤其王毅，他不是以外交的身份，他是以中共对台工作小组的第3号人物的角色，他来做这样的叙述跟表达的时候，别忘了96飞弹危机之前，中国大陆先文批，就是把李登辉先文批了一阵以后，最后有了行动。现在开始文批，行动什么时候开始？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请各位不要善意的期待，我真不想看到那一幕。身为台湾人，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的亲朋好友自己的生命都在这里，谁把我们送上了战场？不是赖清德，是美国人把赖清德当作工具，把台湾人送上了战场。好，来问左老师。我对于美国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认为，如果说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看过了全文的这个内容，那我很好奇的是，北京方面看过了没有？赖清德方面，赖清德政府赖清德的团队事前有没有跟北京方面进行沟通？那我希望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团队，赖总统的团队也能够就这个部分能够让国人也能够了解。毕竟这是一个关乎台海和平的这么重要的一篇演说，争取各方的这种理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我还是要强调说，我认为美国的态度其实上还有摸索的地方，还有探索的地方呢？第一个，因为前2天其实有记者去问美国国务院关于所谓的互不隶属的这一段。他是说要请你们去问台湾当局，他并没有对这个有任何的表态。那你看到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里头，大部分也都不提这个互不隶属这个部分。很显然，美国对于互不隶属的这一段，其实美国是不愿意去谈的。那今天这个《金融时报》其实也有一篇报道，我觉得也很观点也非常特殊，他特别强调，就是说赖总统采取了一个跟蔡总统不一样的做法。蔡总统在他的演说里头，他会避免去突出所谓中国大陆跟这个台湾是所谓的两国的关系他会用北京当局对岸，但是在赖总统的这篇演说里头，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子细腻的处理。所以说，其实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传递了一些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官员或者其他人士的想法，我不知道。可最起码大家看一看这篇报道，我觉得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有国际的人士注意到说，赖总统跟蔡总统是不一样的。所谓的蔡归赖随，其实在这篇演说里头是看不到的。
那当然，我觉得进一步，我其实也要呼吁一下这个郑文灿先生，他也即将接任海基会董事长。两国论这个词真的是不能随便用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大家都希望中华民国能够昂扬于国际，我们希望中华民国能像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一样，能够在国际间能够被平等的对待。但是在处理到两岸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的把两国的说法变成是一国，诠释成一国。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嘛，这就是我们基于中华民国宪法，我们是这样处理，而这样也能够让两岸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但是作为即将要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郑文灿先生，我想各界对他都有很高的期待。那他是不是在提到两国论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就好像刚才这个申峰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过去李登辉总统也有一个特殊的两国论呢。那么到底两岸到底如果你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两岸有没有特殊性呢？特殊在哪里啊？为什么特殊啊？我希望这个在整个赖团队的里头的这些重要的人士，真的能够去多创造一些模糊空间，不要让两边真的是火车对撞，这样结果绝对不是台湾人民之福。所以我补一句话。在李登辉讲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时候，美国是出来吹哨子的。但是当现在讲出互不隶属的时候，美国是模糊其词，没有哨子的。请注意这个的转变。好，来问舰长。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说啊，台湾对美国一定要有信心。如果中国犯台，美国一定到。我想请问的是，眼到、口到、心到。人到不到嘞？人不会到的啦。那而且你到了，来不来得及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拿出证据给大家看。这个是哪一个机场啊？他在这边写利剑东南，可见是东南的一个机场，可是他没有讲是哪个机场。可是这边其实有一个讯号，它叫做空防桥头堡。那个解放军在东南的各个机场里面有这个桥头堡的只有一个地方，叫做水门机场。水门机场呢，距离台北市上空有多远呢？246公里。246公里，如果以1马赫来飞行的话，就是1倍音速来飞行的话，12分钟就到了。那大家认为这很正常啊？这一点也不正常。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在这上面。他在同一个视频里面，也就是央广军事里面，他讲了，他最后有拉出一个旗子，这个旗子叫做什么？辽东雄鹰。辽东在哪里啊？辽东可是北部战区啊，所以他的北部战区的部队都已经进到东部战区训练了。意思是什么？未来一旦要进行武统的话，是各战区轮换啊。其实中部战区还有西部战区都有类似的这些证据，以后有空小舰长一一的拿出来。为什么我说美国他会到啊？他来不来得及啊？那我今天做了一个统计啊，也就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们从美国的西岸，也就是无论是我们所看到的圣地亚哥，或者是那个布雷默顿就在西雅图下面一点点了。那这两个军港到了西太平洋。大概几天呢？我们来看，林肯号在2022年可是21天，那尼米兹号46天，那卡尔文森号27天，那回去有没有？也有，它就是我们看到罗斯福号2018年回去的是27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台湾真的是遭遇到武统的话，美国要到20天以后才看得到。20天，对，20天，我们要撑20天。对。那这个蔡总统以前有说过，他说要撑2个礼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